上個禮拜當鮑威爾喺 Jackson Hole 變身白鴿之後，成個市場好似開 party 咁，道指一度狂飆800點，創歷史新高，嗰種氣氛真係歌舞升平㗎。但係呢，一個週末之後，尤其係啱啱過去嘅星期五，畫風可以話係180度大轉變，美股全面受壓，納指回吐超過1%，尤其係晶片股簡直係重災區。費城半導體指數插水超過3%，咁究竟發生咗咩事呢？點解市場嘅情緒變得咁快，好似坐過山車咁？明明聯儲局已經打開咗9月減息嘅大門，點解啲資金反而掉頭走？今日我哋就嚟深入拆解一下，喺呢場短期嘅樂觀情緒同長期嘅結構性風險之間，我哋作為投資者到底應該點樣理解？好，喺我哋深入分析之前，照舊要提一提大家，呢個節目嘅所有內容都只係我個人嘅分析同經驗分享，並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㗎。投資涉及風險，大家做任何決定之前，記得要做足自己嘅功課。另外，富途牛牛8月而家有一個超划算嘅新戶優惠，最高直接送你1800蚊獎賞，你可以選比特幣、超市禮券，甚至特斯拉股票，只要存入指定資金就能夠攞到。而且你用我嘅專屬邀請碼 KSBY 去開戶，仲會再加碼送你200蚊現金券。開戶流程亦都超簡單，下載 APP 進入活動中心，輸入 KSBY 呢個兌換碼，按步驟完成開戶同存款，獎勵就到手。有興趣嘅朋友，資訊我都放喺下方資訊欄，有詳細活動連結、東教學圖解。當然最重要嘅係，如果你覺得我哋嘅內容對你有幫助，就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CLS， 即係 comment、like 同 share 啦。你哋嘅支持係我哋繼續做落去嘅最大動力。首先呢，我哋要理解翻成個宏觀大環境嘅核心矛盾喺邊嘅。呢個矛盾就係一方面聯儲局主席鮑威爾釋放咗非常強烈嘅鴿派信號，話風險平衡已經轉變，幾乎係明示9月會減息。但另一方面，通脹嘅幽靈其實從來都冇真正離開過。根據最新公布嘅7月份核心 PCE， 即係聯儲局最重視嘅通脹指標，年增率雖然符合預期，但都輕微加快到2.9%，呢個已經係連續第3個月攀升，而且係5個月嚟嘅新高。好明顯 ，PCE 數字已經偏離咗聯儲局2%嘅目標，而且個趨勢係向上嘅。與此同時，8月份嘅密歇根大學消費信心指數終值亦都跌到3個月低點，消費者對未來1年嘅通脹預期仲要加快到4.8%。呢啲數據話俾我哋知，喺市場為減息而狂歡嘅時候，通脹壓力其實靜靜雞咁反緊嚟。呢個就係聯儲局而家最大嘅兩難。勞動市場開始有啲疲弱跡象，但係通脹又唔聽話。咁佢仲應唔應該減息呢？講到呢度，我哋就要深入剖析一個極端異常嘅現象。喺星期2、3嘅時候，當特朗普喺社交媒體宣布要炒咗聯儲局理事 Lisa Cook 嘅時候，按道理干預央行獨立性係市場大忌，股市應該要跌㗎。但結果呢，標普同納指反而係升嘅。點解會咁荒謬呢？睇翻 Kelly 嘅數據顯示，市場雖然唔信特朗普可以輕易炒到人，大家覺得呢啲只係政治噪音，市場焦點依然放咗喺特朗普必定會降息嘅承諾上面啦。簡單嚟講，當時市場係選擇咗短視，先享受咗降息預期呢場派對先算。但係呢種樂觀情緒係非常脆弱嘅。去到星期5，兩個更加實質嘅壞消息一出，市場就即刻腳軟。第一，美國聯邦上訴法院裁定特朗普之前用行政命令祭出嘅全球性關稅，大部分係無效嘅。理由係總統根本冇法律授權可以單方面咁做。呢個判決可以話係動搖咗特朗普貿易戰嘅根基。不過關稅目前仲可以暫時生效，等待特朗普上訴。但對好似 Caterpillar 呢啲重型機械生產商嚟講就係一個噩耗。佢哋已經預警關稅會打擊今年盈利，股價即刻插水3.6%。第二，亦都係最致命嘅一擊，就係媒體傳出中國嘅阿里巴巴已經成功開發自研 AI 晶片，而且唔再由台積電代工。呢個消息一出，即刻引發美國半導體股嘅恐慌性拋售，成個市場突然意識到之前黃仁勳所講嘅嗰個價值500億美元嘅中國市場，可能真係會變成一塊睇得到但食唔到嘅大餅。面對咁樣一個宏觀風險同個股隱憂並存嘅局面，我個人嘅策略其實同我呢幾日喺會員通訊入邊講嘅一樣，就係保持高度警惕，留意波動性回歸嘅可能。我之前俾大家睇過一張圖，顯示對沖基金喺 VIX 期貨市場嘅淨空倉部位已經創下咗2022年9月以嚟嘅最高紀錄。呢個代表市場上絕大多數嘅專業玩家都喺度賭未來股市會風平浪靜，一路向上。呢種極端嘅共識其實係非常危險嘅。歷史話俾我哋知，當所有人都睇同一邊嘅時候，任何一點風吹草動都可能引發劇烈嘅反向平倉，俗稱協倉。再加上另一張 VIX 季節性嘅圖表亦都顯示，每年嘅8月底到9月、10月 VIX 指數通常都會季節性攀升，代表市場波動會加劇。而今年嘅走勢同歷史軌跡可以話係驚人地相似，所以我個人嘅 takeaway 非常清晰。
短期嘅修正風險非常高。雖然有啲歷史數據顯示，當市寬 market breadth 好強勁嘅時候，中長期未來1季到1年嘅趨勢仍然係向上嘅。但係短期嚟講，喺咁多不確定性之下，我認為絕對唔係 all in 嘅時候，倉位管理變得極之重要，保留多啲現金，等市場波動性回歸之後，先至係尋找機會嘅好時機。我哋再睇下星期五市場內部嘅結構，今次唔係板塊輪動，而係一個非常明顯嘅重災區，成個市場嘅沽壓都集中喺晶片股身上。龍頭輝達 NVIDIA 繼財報後星期五再重挫超過3%，博通 Broadcom 亦都跟住跌超過3%。晶片商 Marvell 因為收入展望差過預期，股價更加係插水式咁暴跌18.6%。AMD 應用材料 ARM 冇一個可以幸免，除咗晶片股，同中國業務供應鏈相關嘅公司都好傷。Dell 因為邊際利潤唔理想，股價急跌8.9%。Caterpillar 亦都因為關稅問題而受壓。呢個盤面話俾我哋知，市場嘅恐慌情緒係由一個非常具體嘅主題所引發，就係中美科技戰同埋關稅問題嘅不確定性。資金並唔係全面撤退，而係有針對性咁去回避某啲特定風險最高嘅板塊。接落嚟就要講下市場最重視嘅焦點，就係輝達份成績表。由表面嘅會計數字到好似美銀呢啲大行嘅觀點，睇下點解一份表面上近乎完美嘅業績，最終會引發股價嘅下跌。首先，輝達盤數嘅表面絕對係無懈可擊。第二季總營收467億美元，純利潤高達264億，毛利率超過72%。華爾街大行好似美銀就繼續將佢捧為首選，目標價睇到235蚊。佢哋點解咁有信心？因為輝達唔單止盤數靚，佢嘅生產能力更加驚人。美銀嘅報告提到，最新嘅 Blackwell 架構伺服器機櫃正以每個禮拜1000台，每台300萬美元嘅速度出貨。呢個唔係生產科技產品，直情係印銀紙。嗰種產能同定價能力，連波音公司都要自嘆不如。但係點解盤數咁靚呢？股價喺盤後反而要跌呢？呢個就係我哋要翻譯嘅地方。市場嘅擔憂主要有2層。第一層擔憂係過去數據中心業務嘅微瑕。輝達嘅核心引擎數據中心業務收入係411億美元，但市場嘅預期係介乎412億到413億美元。雖然個底數已經好勁，但喺金融市場，尤其係對於輝達呢啲完美預期嘅公司，任何嘅 miss 無論幾細都係一個危險信號。第二層擔憂係未來財報指引背後嘅潛台詞。輝達俾出嚟嘅第3季營收指引係540億美元，呢個數字雖然好過市場預期，但並冇帶嚟嗰種石破天驚嘅驚喜。但係真正嘅故仔係喺佢冇包含啲咩。根據財報會議，呢個540億嘅指引係完全排除咗任何嚟自中國嘅潛在收入。管理層透露，如果政策允許，單 H20 晶片就可能帶嚟額外20億到50億美元嘅收入。換句話講，輝達潛在嘅真實營收指引其實係高達560億至590億美元，呢個先係最關鍵嘅地方。所以成件事就清晰啦。輝達股價下跌唔係因為基本面，而係因為佢成個中國業務已經變成一個地緣政治嘅足球，完全睇華盛頓同北京嘅臉色。有趣嘅係，好似美銀咁嘅大行，佢哋份報告竟然輕描淡寫咁建議投資者忽略與中國相關嘅噪音。但喺我睇嚟，呢啲絕對唔係噪音，而係決定公司未來數百億美元營收歸屬嘅命運交響曲。咁點解仲有大行咁睇好呢？佢哋嘅理由係估值。美銀用咗37倍嘅預測市盈率，話喺輝達25倍到56倍嘅歷史區間嚟講，只係中檔水平。但係呢種所謂嘅平呢，其實係建立喺未來幾年完美執行 AI 需求永無止境嘅假設之上。任何一次供應鏈出錯，或者一個好似谷歌、亞馬遜咁嘅大客圖自研晶片嘅真正威脅，都可能令呢個估值顯得一啲都唔平啦。最後，我哋快速掃描一下全球其他資產嘅走勢。外匯市場方面，美匯指數星期五一度上揚0.33%，但之後輕微轉跌，走勢反覆，反映市場對聯儲局政策路徑仲係好迷茫。歐羅方面呢，因為德國8月份通脹意外加速至2.2%，表現相對硬淨；而加拿大就因為第二季經濟收縮1.6%，加元受壓。債券市場方面呢，美國10年期債息曾經上升3.28個基點，但2年期債息反而下跌1.6個基點。呢個就係我哋之前提過嘅熊市吹陡 bear steepening 現象。市場解讀係短期可能會減息，但長期嚟講，通脹失控嘅風險令投資者拋售長期債券，呢個係一個非常值得警惕嘅信號。商品市場方面，現貨金價一度倒升1.07%，高見每盎司3453.75美元，反映喺不確定性之下，資金流入避險資產。加密貨幣方面，比特幣尾段大跌超過3%，跌至107,900美元水平，跟隨風險資產一齊向下，證明喺宏觀風險升溫嘅時候，佢依然係被當作高風險資產對待。好，總結一下今日嘅分析。
而家嘅市場可以話係處於一個極度矛盾嘅十字路口。一方面係聯儲局減息預期所帶嚟嘅流動性狂歡嘅餘溫，但另一方面係通脹回歸、經濟數據轉弱同埋中美科技戰呢啲結構性風險所帶嚟嘅寒氣。輝達嘅財報同之後嘅股價走勢就係呢場博弈嘅縮影。佢揭示咗公司嘅增長已經一定程度同華盛頓嘅對華政策捆綁埋一齊。假如阿里巴巴真係成功研發到自家晶片，仲要唔再依賴台積電，中國嘅國產替代速度比華爾街想象中快好多，亦都係佢未來最大嘅變數。對於我哋投資者嚟講，呢個時候最重要嘅唔係去估個市會升定跌，而係要管理好風險。當然，短期風險急劇增加，但危機之中往往亦都隱藏住機會。好啦，今集嘅內容就差唔多到呢度。如果你想知道我更多對於宏觀以及個別公司嘅詳細基本面分析，歡迎你加入我哋嘅會員專屬內容。我哋會喺會員區提供更深入、更具體嘅分析，連結就喺下邊嘅資訊欄。今集嘅跨市博弈就到呢度，我係徐立賢，我哋下一集再見。